10种暮春时节的小花。1. 油桐。大家看，地上落了很多这个油桐花，它的花整体是白色，中间花瓣有红色的斑纹，白瓣红形的花朵像点缀着朱砂，十分灵动惊艳。它是4、5月份长叶后开花，远远的看过去白白的，有的也叫它5月雪。有的朋友可能印象中，中间这个好像有的是黄颜色，或者有的没有这么红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其实这跟它的光照还有土壤的酸碱度有关。油桐是大戟科油桐属的植物，它是古代的4大墨本油料植物之一。油桐榨的桐油啊，是一种天然的涂料，快干、防水、耐酸碱、绝缘等等优点。2. 野漆树花。大家看，野漆树开花了，它的花不太起眼，是这种黄绿色，有点接近叶子的颜色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有很多昆虫啊在采蜜，有蜜蜂，还有蝇类，还有甲虫、蚂蚁等等。这么不起眼的花，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？我觉得野漆树啊，它好像现在有一些博主一样的，有一点流量思维啊，能够吸引不同的一些昆虫来访问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藏在这个野漆树花里面的3种智慧。第一种智慧，以简御繁。野漆树花放弃华丽的形态，专注功能优化，圆锥花序分心螺旋排列，一个枝上面就数百朵小花，充分利用这个空间，减少资源浪费。第二，以退为进。像野漆树，它的叶啊、树皮啊含有漆分，具有攻击性，主要是防止一些食草动物嘛，像有的人碰到它会过敏啊，就是因为它释放漆分。但是它的花啊没有这种攻击性，好像为昆虫打造的安全餐厅。第3种智慧，以舍求得。所谓以舍求得，就是它的雄花会大量的产蜜，好像不断的付出自己啊，在流蜜的高峰啊，迫使很多昆虫频繁打卡，这也是提高传粉效率，让自己的生存更有保障啊，传宗接代，是不是啊？野漆树的这几种智慧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3. 红茎黄芩。大家看，这个是红茎黄芩，唇形科黄芩属的植物。和普通的黄芩相比，它的叶子比较大，对生，茎幼时呈紫红色，有的也叫它紫茎黄芩。种状花序顶深，淡紫色，喜欢生长在阴湿之地。像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小溪边发现它的身影。它的茎是4方形，以根茎入药，性寒味苦，清热泻火，主要是用来解血分热毒之用。4. 翘距虾脊兰。朋友们，这个虾脊兰长在这个树洞里面，它是我国南方特有的兰花科珍宝。翘距虾脊兰，淡紫色的花序啊，像悬空的琉璃盏，10余朵小花在30厘米高的花亭上错落绽放，清雅张扬。不过我们遇到它晚了点，已经开始凋谢了。为什么叫翘距虾脊兰呢？因为它的承瓣中裂片上面有3到5条肉质棘突，很像虾棘，而且每一朵花有一个向后翘起的圆筒形蜜具。其实这个是吸引长喙传风者的蜜糖机关。和大多数细叶兰花不同，它的叶片宽大如帆，因为它喜欢长在阴暗的地方，所以这种大的叶片能够高效捕获林间碎光。像这一株选择在腐朽的树洞安家，凹陷的结构可以聚集雨水，里面疏松的腐质层可以提供养分。像这个选址还是蛮有智慧的，难怪能在这个树洞里也长得亭亭玉立啊。5. 圆叶节节菜。朋友们，我现在置身在一片紫红色的花海之中，你们知道这个植物叫什么吗？
它的名字啊不起眼，好像有点普通，它叫圆叶节节菜。但是它的花朵如果是纯体聚集在一起生长啊，十分惊艳，喜欢生长在湿地、水田等等一些环境。像现在盛花期啊，好像铺在地上天然的花毯，充满野趣和生命力。它的花朵其实很小，茎秆是这样直立的状态，叶子圆圆的，像它的花啊层层叠叠，在原野一片绿色中啊，显得格外醒目了，相当于是微观之美和宏观的绚烂结合。哇，还有蝴蝶哦。6. 凹叶景天。朋友们，石头上长着很多凹叶景天，现在它们开着这个可爱的小黄花，花瓣5片，它是景天科景天属的植物。可能有的朋友觉得，它这个花长得很像家里养的垂粉草啊，其实它们都是景天科景天属的多肉草本。那我们怎么区别它们呢？有4句辨别的口诀：凹叶顶端缺个口，直立矮壮叶肥厚，垂盆茎长趴地走，叶子细长尖头手。凹叶景天民间有不同的一些名字，有的叫仙人指甲，有的叫石马齿苋，因为它喜欢长在石头上，它的外形呢又有点像马齿苋的样子。不过它和马齿苋是完全不同科不同属的植物。像它这个凹叶的结构啊，也是方便它收集这个空气中的水分，所以它比较耐旱。像石墨化地区这种石灰岩上面，很多时候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。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止血的功效。民间的医生有的是用来治烫伤，有的用于带状疱疹。比如说带状疱疹，就是采这个凹叶景天，然后用白酒浸泡，再加少量雄黄外涂，然后还要结合5味消毒饮内服，这样一起使用呢。不过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在这里只是分享这个传统的一些经验用法，具体到每个人他的体质情况啊，可能又不太一样。如果大家遇到这种病症啊，最好还是咨询专业的医生，不要自己私自用药，以免带来健康风险。7. 蛇寒尾鳞菜。发现一大片小黄花，它叫蛇寒尾鳞菜，蔷薇科尾鳞菜属的植物。它的叶子是这样的5片小叶，叶子边缘锯齿特别明显，花瓣5片，颜色金黄，好像地上撒了一层金粉。我们看到有一只无刺蜂正在访问它，它是无刺蜂等一些小型昆虫的蜜源。无刺蜂是比蜜蜂更古老的蜂种，它没有刺，但是如果你碰了它，你会痛一下样的咯。其实不是蛰你，是咬人。无刺蜂的蜜啊，是一种小众的奢侈品，它们产蜜量极少啊，并且蜜的味道是酸的，因为它都是采这种小型花的蜜。它的叶子秋冬季节会变红，或者说紫红色。蛇寒也是一种蛇药，它清热解毒、抗炎，蚊虫叮咬啊可以捣碎它。它有一项独特的技能，如果我们采了它，尽结触地即生根，所以它的生存能力也是特别强啊，是荒野低调的实力派。9. 白背风。大家看，这个是白背风，它是大戟科野桐属的植物。现在它开着这个小花，清新宜人的香气，有一种类似茉莉和栀子混合的香味一样的。其实这个花也是有一点心机的，它白天散发这种清新香气，就是为了吸引蜜蜂等一些昆虫，而到了晚上，它会切换成一种夜来香的香氛模式，就是给那个蛾子特供一种香氛，所以晚上的香味是要变化的。和白背叶是同科同属，所以它们都有祖传的技能，就是这个叶子背面长满白色的绒毛。为什么它们祖传这样的技能呢？第一，它就是一种防晒的功能；第二，在昆虫眼里，这个白色的绒毛是一种荧光，
它可以反射紫外线，在昆虫眼里就是荧光广告牌，哎呦，吸引它赶快过来帮我传粉授蜜吧。另外，它的叶子和花长得有点像醉鱼草，那怎么区别呢？醉鱼草的花序啊更长，每一朵小花开得比较稀疏，并且颜色比较艳丽一点。而这个白背风啊，花序没有那么长，并且它比较密集，而且颜色是这种淡雅的白色。10. 苦楝花。大家看，苦楝开花了，深紫色，这个圆柱状是它的雄蕊管，它是两性花，雄蕊管里面有一个小柱头，那就是它的雌蕊。每一朵花5片离生花瓣，白色中透着一种淡紫色。我觉得楝花有4种独特之美。第一，花形花色之美，细小的花朵聚集成伞状的圆锥花序，远看如烟似雪，近观如繁星点点，以白中透着淡紫色为基调，整体色调柔和素净。第二，幽香之美，楝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，是一种苦香，香气清浅幽微，不像栀子、茉莉那样浓郁甜腻。第三，文化底蕴之美，古人将楝花列为24番花信封的最后一后。楝花的谢尽意味着夏日的正式来临，这种送春的意象赋予它独特的时间美学，所以它也是古典诗词里的常客。王安石说：“小雨清风落楝花，细红如雪点平沙。”第四，乡愁之美，苦楝树常生长于村舍旁、荒野中，不光淡淡的花香自带乡愁气质，它的果实还是小时候用来打仗的一种子弹，在它身上有很多亲切的怀旧记忆。暮春时节，不妨外面走一走，邂逅一束楝花之美。